第2集：惊异冲击的旅程。观光团一行人自基隆港登上釜山湾，经过4天3夜的海上航行后，8月6日清晨抵达日本长崎港，展开进入帝国的观光旅程。此后一路前行，经过门司、鱼品、神户、名古屋，最后到达目的地东京。对于第一次离开山林部落，跨越大海来到日本的台湾原住民来说，他们在此体验了生命中的诸多第一次，种种好奇、惊叹、观察或省思，引发了不少趣事。各位，我们即将抵达长崎港，请大家准备上岸喽！终于到了，这船坐得好久，一直都在看海。今天一早醒，终于看到远方的陆地，好想看看日本的土地到底有多宽，还有他们农田耕种的方法，比比看我和我们部落有什么差别。是啊，一直待在船上实在很无聊呢。我要赶快下船，舒展一下我的筋骨啊！在长野主事及旭方通事带领下，大家迫不及待地下了船。历经漫长而颠簸的海上航行后，他们终于踏上陆地，感到既开心又兴奋。一上岸便开始四处观看。奇怪了，怎么四周都是山地，没看到广大的平原？这样日本人怎么种植农作物？真让人失望。你们看，码头四周聚集了各地来的人，这些人说话都很大声，吵得要命。实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不过看他们的表情，就知道一定是在说我们坏话。是啊，参观市区时，那些人跟在我们后面，一直对我们指指点点，让人不舒服。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长区市区的街道保持得很干净，和我们那边很不一样。在长野主事安排下，他们参观市区工厂后，随即回到船上继续航行，沿着九州西部海岸线往北。8月7日一早，到了门司码头靠岸停泊，下午起航后，船开始进入濑户内海。隔天一早，来到了鱼品。鱼品到了，大家先下船休息，冲个澡，舒服一下，再带大家去参观。各位，请跟我来，看看这里，这是运输通信部，是父子军队所需武器、弹药、粮食、马匹等的补给。还有那边有即时冻仓库，里面装满了米粮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农田，仓库里的米从哪里来的？是哦，如果有，那就快打开给我们看看啊。好吧，我请管理人打开给各位参观参观。仓库里怎么空空的？果然是空空的啊！日本人说话都是骗人的。面对如此场面，旭方通事等人有些尴尬，不知如何解释，只好转移话题，带着大家再往前进。走到附近警察署，正准备介绍时，回头看到大家并未跟上，一群人围在刚刚通信部旁一栋房舍，好奇地观看。旭方通事连忙赶过来了解情况。大家在看什么啊？这里是厕所呀，有人想上厕所吗？原来是厕所，为什么盖这么大一间？哇，比自己家的还豪华呢，真是可笑啊！咦，里面跟外面的街道看起来一样干净呢。几位好奇地跑进去看个仔细，顺便上了厕所。他们心里想着，回去部落是不是也可以盖一间呢？看完厕所，由于时间因素，旭方通事催促大家往回走，准备上船。回到港口，码头边上停着几辆运输车，工人不断从车上搬运一袋袋的稻草包往岸边的小船上去。大家快看看，那边一袋一袋的稻草包，就是刚刚仓库里的米粮，正准备要运到大船上。我没有骗你们吧？看起来像真的。你们说米粮非常充实，应该不假。只是我们好奇的是，这些是怎么种出来的？很想看看你们耕种的情形呢。好的，后面行程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再安排。对啊，就像前天晚上经过那个长崎外海，
远方海上点点的亮光，长野主事说是有几百艘渔船正在捕鱼。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呢。对呀，场面很壮观。只是竟然有那么多船在捕鱼，为什么一路上以来都只给我们吃晒干的鱼？我们在家乡每天都可以到溪里去抓鱼，吃多少抓多少呢，全是新鲜的。而你们那么多船在捕鱼，为什么就不拿些新鲜的鱼让我们吃呢？离开鱼品后，继续航行，又过了一夜。8月9日到达神户。我们现在到达神户了，海上行程已经结束。明天起我们要改走路到东京。午餐后，先带大家去场馆。晚上我们会玩在神户小学校的接待所。午餐后，绪方通事带着大家参观川崎造船所、南宫神社以及神户街上的日人住家。神户市区看起来比长崎、鱼品还要干净，港口停泊的船只也多到数不清。能够来到这里参观，真是令人高兴。对呀，你们日本人在这里住的这么好的环境，粮食也充足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跑去我们台湾那样恶劣的环境呢？这个现在台湾既然成为日本的领土，以后一定会呈现出跟日本一样的光景。我记得来日本之前，你们代理总督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还希望未来我们要好好相处。参观行程结束后，大伙来到神户小学校接待处过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日本官员带着大家到达神户车站，准备搭火车。今天我们要从这里搭火车去名古屋，明天再从名古屋去东京。要搭火车？这里的火车跟台北一样的吗？绝对不一样，你们可以比较看看，它比台北快多了，也较宽敞舒适。但不知我们到那边要坐多久？用走的要走几天呢？从神户走到名古屋大概要10多天，若是搭火车，不到1天就到了。啊，有这么快吗？听完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上了火车。火车启动后，速度逐步加快，沿途经过大阪、京都，景物飞快地从眼前往后飘走。哇，这个火车开得真快，很吓人呢。过了京都后，两旁屋舍渐少，开始出现宽广的平野。大家在车上东张西望，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致。原本坐在后方的绪方通事这时走到前面来，手上拿着一份报纸。大家看看，你们上新闻了，这是今早的大阪每日新闻，上面刊登了你们的画像。哇，我们什么时候被画的？怎么大家不都不知道？就是马祖你吗？你们看右边，这个是我呢。左边这个是我，连衣服都画得很清楚。中间较矮的这个，不就是马祖你吗？想不到短短的采访时间，日本记者就能快速把我们画下来，真厉害呢！当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报纸上那张画像时，忽然有人惊呼，并手指窗外的景象。你们看，外面是一大片农田呢，有很多人在那边耕作呢。此时，大家纷纷好奇地打开车窗，探头出去。外面一整片的稻田，似乎已进入收割的季节，农夫们正在忙碌着。我们终于看到日本人农作生长的情景，以及农人努力耕作的样子。他们有那么大片的农田，难怪日本仓库里有满满的米粮。是啊，除了稻米外，还有番薯、茶叶以及烟草的种植呢。大伙靠在窗边，欣赏着这幅繁忙农村的景象，大有不虚此行之感。不久，火车逐渐进入市区，眼前来到了名古屋驿。绪方通事通知大家在此稍作休息，待会准备一起搭人力车去参观织物工厂。我
们现在来到了矮子植物会社的植物工厂，听说这里有700多名员工。哇，好大一家工厂啊！我注意到工厂的人使用机器纺纱的速度很快，一个人一次就能造几百条纱线。这工作在我们部落是女人负责的，但是他们一天能纺的纱线数量很有限。未来不知道我们可不可能也拥有这么厉害的机器快点快点！大家快看看厂房的另一边，他们用机器很快就织出一匹布来，不像我们手工，好久才能织出一块小布呢。只是不知道像我们贵族身上那样漂亮的衣服，他们能不能做得出来哈？衣服上面有很多美丽的装饰呢。我们工厂从压线开始，接着染色到变色，最后包装，都是由员工一起分工进行的。像你们现在身上穿的各式各样衣服，只要有需求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们生产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回去可以跟我们部落的女人说。只是这样子，他们好像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。那还是不要用这种机器好了。何况这台机器不知道要多少钱，我们是不用钱的。众人听完，哈哈大笑。参观完工厂，一行人回到寓所，用餐休息，准备明天一早前往东京。Wala iyo